这个讲到他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这个顶尖对决，跟谁跟他对决呢？狄拉克，费米对狄拉克，你看到哇，在这边简直像快打旋风，打起来啦！没错，然后还波及坐在旁边看的爱因斯坦被 diss 2次，这怎么回事？怎么一回事呢？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量子超级英雄。我是理论物理学家蜻蜓老师，理论物理让你预知未来。我是实验物理学家 Zeo 老师，实验物理带你开创未来。来，今天我们的量子之这个物理之炼金术师啊，之前我们讲的重点都在炼金术，是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炼金术师本人，超厉害的炼金术师，当然就是我们的费米嘛，他开发出这个慢中子的技术，其实开启了整个核能时代，对不对？好，那这个讲到他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这个顶尖对决，跟谁跟他对决呢？狄拉克，费米对狄拉克，你看到哇，在这边简直像快打旋风，打起来啦！没错，然后还波及坐在旁边看的爱因斯坦被 diss 2次，这怎么回事？怎么一回事呢？来，我们就开始看下去喽。这前情提要，我们讲到这个费米，少年费米这个天才儿童啊，好，然后讲到一件事情。他在这个1925年啊，也是20几岁的时候，那就建立了所谓的这个费米狄拉克统计。我们想啊，不是说费米多厉害，做了什么事情，冒出一个狄拉克来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其实是他们2个人几乎是独立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在历史上面这种事情常常见到嘛，独立走出来的，像牛顿跟莱布尼兹都做出来了微积分的概念。但是有时候又会说，哎呀，其实他搞不好是有偷看过我的，等等等啊，所以这个故事没有这么单纯，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来，那费米狄拉克统计这超重要的这个。我们在过去的几集讲磁性的也好，讲超导的也好，都多次提到这个。欢迎大家回去复习哈，你也看到啊，前面常讲25集、39集都有提到。对，好，那现在就要讲另外一个这个天才啊，狄拉克。刚讲费米是天才，狄拉克也是超级厉害的天才哦，他跟费米年纪差不多差1岁嘛，那他是这个英国人，那他妈妈是英国人，那爸爸呢是瑞士裔的。然后我们知道瑞士它里面有好几种语言嘛，他爸是讲法语的，所以他在家里规定啊，在我们家里面只准讲法语，不准讲别的。哇，好，那这个小狄拉克他就干脆不讲话了，因为讲出来只要不是漂亮的法语，可能就会被父亲严厉的惩罚。法语就是一个嘴角要流出蜜糖一般的语调来讲。没错，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跟狄拉克的个性简直是完全不合啊。对，那所以从此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极端寡言的人。那后来呢，他到剑桥去的时候，他的同事呢还有点半开玩笑的定了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叫做话量的单位。就是你1小时只讲1个字，这个叫做1狄拉克。像我们这种的，可能都是不知道几千几万狄拉克，话太多了，我们是属于话超多的。好，那后来呢，他这个17、18岁那个时候，就到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念的不是物理哦，对，是电机系。然后呢，好像不是很顺利哈，战后萧条，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对，继续念书，改攻应用数学，后来呢，拿到了奖学金，到了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也是跟当时的一个大头，就这个富勒，在他的指导底下，就来研究这个相对论跟量子力学，赶上时代啦，没错，开玩笑。但是他的那个遭遇呢，其实跟费米有点像。我们记得费米那个青少年的时候，哥哥过世，他就为了疗伤去念了一本拉丁文的这个物理数学的书。那这个
狄拉克一样，他的哥哥在1925年，就是他在剑桥那时候，他哥哥自杀了，然后看到父母的悲痛，这狄拉克才知道，原来父母会关心孩子啊。狄拉克是过着多么压抑的生活啊！我的天啊！你看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啊，那一样就是到了这个1925到1926年间，他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做了这个费米狄拉克统计的这个论文，那其实就是稍微比这个费米晚了一些，对，那他们路径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两个天才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讲到狄拉克，我们说他过着那样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压抑、沉默寡言的生活，他的救赎在哪里？救赎就是这样的人居然也娶得到太太，所以各位单身汉们，你们不要太悲观那这个有很有名的故事，就这个他的太太，他娶的太太呢，就是这个韦格纳物理大师妹妹那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对。那他的太太叫做这个 Mancy 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这个有人到他家去拜访，然后不知道狄拉克已经结婚了，然后就说他不会结婚，他怎么家里有个女士在这边？有个迷人的女士在家里嘞，然后就看向狄拉克，想要请狄拉克介绍，狄拉克就说：“这位是韦格纳的妹妹，你应该介绍这是我太太呀，这来就火了啊！那狄拉克还一副说。”你的确是韦格纳的妹妹啊！我这样讲哪里错了吗？哇，从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狄拉克的个性嘛。对。那这个后来就是在马里兰大学一个韩国的韩裔的物理学家，马里兰大学那不就是跟阿文老母校？对啊，阿文老师说，这个他们系里面下午茶的时候，这位这个 Kim 教授啊。经常就拉着阿文聊天装熟磨人的装熟的不是阿文，是这位教授。这位教授也是蛮厉害的，他是有跟狄拉克合作过的然后他有一天有感而发你看他们这样的关系，他说整个全世界的物理界都应该要感谢 Mancy， 就是狄拉克的夫人，是他有把他照顾好不然我们物理学的进展不知道要延迟多少年这个就是狄拉克的故事。好，来，回到物理的部分，这个要回溯到这个最开始1900几年那时候不是这个Zeeman 他们做出这个塞曼效应，正常的、异常的，但是谱线怎么这么多条？越做越多条，实验物理学家越卖力，就发现怎么越来越多条。然后还有一个更不能解释的，就是说，奇数条以当时的量子论已经有点可以解释，结果出来的是偶数条，就是所谓的这个异常的塞曼效应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讲过，那些最稳定的原子，就像钝器氦氖氩氪氙氡这些，它的这个所谓的闭合壳层是这种魔术数字，都2、8、18、32，为什么？为什么？那这个一开始是有一位科学家，就叫这个 Stoner 斯托纳那他其实就是根据这个以前在Mad 阿文那个系列里头讲了很多的兰德的这个光谱的推导的公式就是做了半天，最后功亏一篑一个蛮悲情的物理学家那这个斯托纳其实是有点 follow 他那边延续他那边的概念的公式这边看起来不太像人话，我们讲一个重点就是了就是说这个决定化学性质的电子壳层的数量应该是这个2乘上 2L 加1。那当时大家都知道 2L 加1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讲过那个波尔的氢原子模型因为你 L 的话，它对应 L 是那个角动量的量子数，它对应到的磁量子数就可以从什么-101这样子，负 L 到 L， 那所以总共就有 2L 加1个。磁量子数，那量子数是整数的话，这边对应到的就会是奇数，可是前面还在乘个2。对，那这个2其实在兰德那个 G factor 里头也有出现，那就是有个2在这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那个2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对，就是说要有个2，但是它的物理上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当时的一个谜团
那后来这个包利呢，在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哈，讲原子结构绝对不可能不讲这个啊，他就把它整个整理一下，好，就波尔的模型，这个大家很熟了，它就是 N、L、M 这3个量子数。那但是为了要解释刚才前面那2个谜团，那个2是什么，他就说，反正就是要多一个量子数加，对，然后这个它可能的值有2个，那2个如果按照这个 M 的规则的话，它应该就是-1/2跟1/2，好，那每个态只能被一个电子所占据，好，那所以就说啊，这个 MS 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它的值反正就是2个，就是那个2，这不是臭答案呢？对，它的确是一个臭答案。然后如果你要2个态的话，那它的值就应该是1/2。这个时候就又有一位我们的大咖最喜欢去说别人坏话的，就是这个海森堡，又是你。好在这次不是等人家过世再吐了，对，直接就吐了。他看了包利这个论文，包利因为他们师兄弟嘛，包利把论文给他看，他说：“哎呀，今天我读了这个作品，毫无疑问，我读到这一篇，我真是太高兴了。因为你引入电子的第4个自由度。”你是把骗局推向了难以想象、令人晕眩的高度，哇！这个话真是，从而打破了到现在为止你侮辱我的所有的记录。不愧是师兄弟互相的吐槽，讲话真的有够毒的。如果一般看大家觉得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其实应该不是啊。哈，那其实师兄弟之间的吐槽啦。而且大家知道包利本来就是一个毒舌家嘛，号称物理界的良心，不是说他多有良心，是因为他想到什么就毫不留情的当面给你踢下去，他是绝不等人死掉才讲的，一定要当面讲。对，那海森堡也算是报仇了嘛，对不对？对，他当初在处理的时候，处理这个氦原子光谱的时候，引入半整数的量子数来做处理，对，就被他靠北了一番哦，就是说跟他讲说哪有可能有这种半整数的量子，说你这整个都是胡扯八道，那结果你那时候这样说我，你自己也搞了一个这个东西，当然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吐回去。那当然啦，如果有follow我们这个系列的，你就知道这个2就是后来的电子自旋，不意外。对，就这2位年轻人啊，高斯密跟乌伦别克。好，那如果你还没看的，赶快回去追啊！我们的磁性大和剧系列，没错啊，好，那这个东西就那个2出来，然后包利说这是一个新的量子数，大家当然就要来问，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啊？那其实呢，最早做，但是他被遗忘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这个Jordan，那这 Jordan 其实是他在量子力学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我们知道在1925年海森堡做出矩阵力学，好，第一篇是所谓的1人论文嘛，他自己写的，再来就是2人论文，跟这个老师波恩写的，再就3人论文，就加入了这个数学特别好的师兄，这个 Jordan，阿文老师有讲过这个哦，欢迎大家回去看阿文老师有讲的这个内容，好。那他其实就是他们这个3人论文写完没多久呢，他就根据这个包利前面讲的东西，他就开始又做出一套理论，写成一个 Pauli Statistics 包利统计力学的概念。对，那他写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手稿交给他的老板，这个在学生或助理，当然都是要发论文都要先。老板看过同意，然后请老板把他投稿出去。不过这个波恩收下了这个手稿，他那时候忙着要到美国去讲学啊，就好拿来，就塞进行李箱里面，然后就忘了。各位如果是有念过研究所、研究生的年代，是不是有这种噩梦？发个稿给老师，老师都没来看呢。这个在物理史上，这不是第一件，也不是最后一件哦，这个还蛮常发生的。所以各位研究生，你一定要追着老板跑。好。然后这个波恩呢，一去美国去了半年，本来说迟个半年，反正想起来再投出去就好了。可是呢，当他回到德国想到这篇论文的时候，这个费米跟狄拉克他们的都已经发表了，哇！所以本来你应该是抢到头香的，就变成是
已经都2个了，你再去第3个就变成凑热闹的。没错，所以这个波恩呢，是不是要对他土下座？土下座，真是非常抱歉，没有啦，应该不至于这样子，毕竟他是老板。好，不过呢，顺便再讲一下这个 Jordan 呢，好像我们有时候在物理学史上，有时候有点去回避讲到他。没错，有人说我没听过，对不对？对，其实有原因的。那甚至就是连他的老板波恩都这么说哈，他说 I hate Jordan's politics。为什么呢？他对他的政治倾向是反感，因为 Jordan 他是有参加过纳粹党的。不过他的立场又不是那么旗帜鲜明。不像那个什么雷纳德啊这些人哈，他是没有去参加那种所谓的纯粹的德国物理学运动，因为那时候有因为政治的理由去讲说啊，那些爱因斯坦那些都是所谓的犹太物理学，不是要把它对的物理学，没错，对。那但是呢，他说这并不能抵消我的错误就对了，我多希望可以回到过去，让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就是记得看这个 Jordan 拿来的手稿，赶快让他发表。所以他这样说，我不是因为 Jordan 的政治倾向故意压他论文。好，那我就要回到这个费米狄拉克统计，其实它有一个前身，来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量子统计的起点。这个费米狄拉克统计当然是属于量子统计，这叫做 Sackur-Tetrode 的这个绝对熵单原子理想气体的绝对熵。好，是在1912年提出来的，那时候连波尔的氢原子模型都还没出来。你看一下历史就知道了嘛，就是这个普朗克提出量子的概念，大家还在发展的时候，这时候就跑出来这个了。那2个也是一样在我们的整个故事里面，都是一些年轻人的这个很厉害的工作他比较没那么年轻啊，1880年出生，这个时候是30出头，是也蛮年轻的这个 Sackur。但是比较另外一位，哇，这个就是他1895年出生啊，各位看一下年代。他这时候才17岁而已，17岁就写出论文，而且提出来了这个公式对，说这个量子统计。好，17岁的时候我在干嘛？妈妈10块。好，所以在这是一张报纸因为这个他非常的是严重社恐的那一种人现在找到公开的照片很不容易，这应该是家属提供。因为在这个1984年的时候，他是荷兰人，所以在这个新鹿特丹商报，这是荷兰全国性的报纸找了这个卡西米尔，卡西米尔效应的那卡西米尔，对，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物理学家，来写了这一篇被遗忘的天才，来这个讲他的这个生平那他们2位呢都是早逝。好，这个 Sackur 呢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加入这个哈勃的团队，他们不是做毒气的，结果就发生实验室意外他就这样过世了。好，那这个 Tetrode 呢，他身体就是从小体弱多病，那最后是肺结核过世。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写出这个用量子的观点。好，你看有个你的 H 在哪里呀？H 就在这里所以当然是量子啦。对，是第一个这种量子统计的公式，而且是给出了所谓的绝对熵啊。好，这个我们如果有学过热力学的观众呢，我们其实讲熵，大部分都是在讲熵的变化。对，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错，那绝对熵那时候是很少，比较少的。好。那这个就是再来多讲2句因为这个实在太特殊了这个被遗忘的天才那他其实不太有去受过正规教育大部分都是在家里自己念自己念啊，有点像是那种中古时代的这些科学家、艺术家，很多都是贵族养的嘛。那他在这个已经20世纪了，怎么过这种生活呢？因为他爸爸是荷兰的中央银行总裁呀，霸气总裁，家里是有钱人所以就是衣食无虞那他只有在1912年到1913年，这搞不好他论文都发完了，对他跑去这个莱比锡大学
去读物理、数学、化学这些，可是你看他这个时间很短，所以就又回家，可能也是身体不好。那他发表这个之后，当然是众所瞩目。对呀。那你看这个厄伦费斯特，厄伦费斯特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提出自选那2个年轻人的指导教授也是热力学的大师是师承那个波兹曼的。对那他当然做了这个东西，他就一直想要邀他到莱登去，而且是持续的将近10年的时间，都一直要邀他去。莱登那当然就是莱登大学，是荷兰的重镇，荷兰的研究中心。对。那他就是一概拒绝。然后呢，他还不止这个工作，他在1922年又提出了所谓的超前波的概念。哇，超前波这个就有趣了。超前波其实是我们在解这个电磁学的时候，用到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时间反转会得到的解。可是，一般都这个解，我们过去都是把它舍弃掉。开始说它有点像是一个数学的工具这样子。对。可他说，这个东西有搞头，而且它的概念延伸到后面，催生了像什么量子电动力学的概念啊，这个路径积分的概念啊，甚至阿文老师最爱讲的现在的量子诠释里头的这个交易诠释，也跟这个概念是有关的。对，所以其实是非常重要。说这个年轻人真的太厉害了。那他提出这个，就也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注意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意思。那他去荷兰的时候，这个是有此一说，说他有亲自登门拜访去敲门叩，请问这个 Taylor 先生在吗？出来开门的女仆就我家先生不见客。应该都是身体不好的关系对，这个故事非常有传奇性。没错，我要不是做这一集，我还不知道有这么的一个人真的是被遗忘的天才。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多聊他的故事。好，来，那接下来回到物理啦，热血硬派的物理来啦。那我们这一集主角是费米费米当然要用啾啾第5部意大利人，对不对？是。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导出来？让我们今天不会从头导到尾，我们不是3个小时的课对。那这个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东西的推导是在所谓的相空间里面做的。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要讨论的是熵，而且是绝对熵。对。那从热力学里从波兹曼的研究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说这个熵应该跟微观状态的数量有关。对。那这个微观状态的数量讲起来简单，可是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数量找出来嘞？那通常我们在探讨这种态的数量的时候，就是要在所谓的相空间里面是比较直觉的那什么是相空间？这个我们之前有聊过，应该是在薛丁格的热猫那一集这个是一个弹簧在震动我们如果在真实空间，它就在这样动是一个位置随着时间在变动改变。那但是呢，如果写在相空间，因为我是位置跟动量的坐标轴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变成是在这里一个绕圈圈。那这绕圈圈这个东西，它的几何结构比这样子的运动要简单明了多了。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很多事情。是，所以其实物理学家很喜欢在相空间里面做事。而且大家看到位置跟动量，你是不是就联想到了就是鼎鼎大名的海森堡的这个不确定性原理，或是测不准原理？没错。总之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它在相空间推导的时候因为统计力学嘛，我们经常就是要去数在相空间里头有几个态。对。那所以经常要做一些积分是在相空间里面做的。好，那相空间里面的体积做积分，那个体积单元是什么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以最简单的一维运动来讲，体积就是等于是这个2维图的面积嘛，那不是就是动量乘上位置嘛？大家记得这个中括号是在讲单位因次，有没有？所以这个相空间的体积因次，它是动量的因次乘位置的因次，它其实就物理上所谓的作用量的因次，其实就是普朗克常数的因次。就是如果你写成国际标准单位的话，那就是焦耳乘上秒嘛。对。那如果是3维空间，当然就是有 x 有 y 有 z 乘起来，那就是普朗克常数的3次方。哇，那H 进来了， ，H 进来了，就在这边，就是说
他们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把整个相空间切割成一块一块，每一块的体积都是 h3次方的这个小块，这就是量子化的概念嘛。对。那以前没有办法数，就是说你的微观状态有多少个，对，就是因为没有量子化的概念。你现在要数这个有多少个的时候，就是把它分割成 h 的3次方的小正方体在相空间里头。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想当然的，它没有一个很严格的说，你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我看到这样，我当然就猜这样。我跟你讲，10个物理学家9个这样猜，他是猜的，但他就猜对了。好，但是呢，它这个公式啊，在比较高温的情况是可以运作的很好。但是费米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它违反了所谓的能斯特定律。这化学的人喜欢讲能斯特定律啊，他就是讲说这个温度趋近于零的时候，你做任何的一个热力学的这个过程，它的那个熵的变化也会趋近于零。那这个讲起来很拗口，就是说你那个当你温度很低的时候，你的熵的变化就变无穷慢的意思。那普朗克就进一步把它推论，就是说，如果你是完美晶体的话，没有那种一开始晶格的混乱的话，那我可以说它不止 delta S 是趋近于零，连熵本身都要趋近于零。好，那这个费米一看这个公式这不对啊，这个长这个样子就不符合嘛。那还有更严重不符合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温度用0带进去的话，你看这是 log 嘛，是要取自然对数 ，nature log 0是什么 ？log 0是负无穷大，所以你这个熵任何一个物理量怎么可以是负无穷大呢？那就是所谓爆掉了嘛。对，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有问题。好啦，那这个因为已经快半个小时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讲它实际怎么做的过程。那是一个可能在研究所要花一个礼拜来讲这个推导的过程。不过总之呢，费米就把它做出来了，发表在1926年3月26号的这个Z Physics 德文，我就不会念了。它就是要解决。不要爆掉，对，为什么不会爆掉？他要从量子理论出发去解释，这个要怎么修正，而且就做出来了。那他用的呢，还是有一点半古典半量子的那种方式，可是已经可以解释前面的那些谜团这个 Zeeman effect， 然后这个closed shell 那个原子合成的问题，还包括解决刚才那个绝对熵会爆掉的问题。那经过半年之后，这个狄拉克的文章也发表了。那他用的是更纯量子的方法，因为他是读了这个海森堡的论文之后，那就用这个波函数这些海森堡的论文就是前1年发表的嘛。对，像我们现在在量力课本里面读到的那个推导的方式，基本上是走狄拉克这个，因为他是从量子力学的第一原理来出发。对，然后讨论的就是像波函数的对称反对称这样的概念。不过他们出来的公式其实是长一样的，因为就是同一种这个量子统计嘛。然后呢，在狄拉克那篇文章里头，并没有引用费米的文章。然后费米就写了一封信去，这个亲爱的狄拉克先生，在你那篇有趣的论文里头提出了一套基于pauly不相容原理，但是呢，有一套理论几乎一样哦，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是由本人哦，对，本人发表的哦，对。那由于我想您可能尚未读过我的论文，因此冒昧的以此信来引起你的注意，这个费米敬上，这个写的非常的客气，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这东西我早发表过，有没有引用我啊？你这家伙！不过呢，这个费米其实没有那么爱计较啦。他是说，这其实不是我自己要写的哈。大家还记得我们讲他们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物理界费米是教皇，对不对？他有个顶头上司金主，然后他们就戏称他。既然费米是教皇，他就是全能的上帝，就是那个科比诺。科比诺当然他有很多考量，这个是我们意大利物理界
阳明土气的时候，做出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确立我的优先权。我有个梦想，就是要让意大利的物理在世界扬名，成为 boss，成为老板。99第5部，没错。然后狄拉克收到这个信他说：“哦，读了，忘了。”全部，这个完全就是狄拉克发言风格的写法。他说：“我已经为了回这一句，我居然我的话量达到3个狄拉克。”那这封信呢是保存在狄拉克的那个私人信件里面。那他有回了信，他有承认。然后其实狄拉克这个人这么神话的人是不会说谎的，他是真的忘得一干二净。其实这件事我不意外，连我自己写的论文，有时候回去看也会觉得，我忘了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拉塞普，哎呀，这篇论文写的真棒，是谁写的？这不就是我写的？所以忘记是绝对有可能的。对，但是他的回信找不到，这就看出两个人的性格这个狄拉克是个一丝不苟的英国人所有的信都整理得好好的费米是个热情洋溢的意大利人所以回信已经找不到了，就找不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原信的 copy 那这最后呢，当然就讲一下什么是这个费米狄拉克统计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看起来也是很可怕的公式啦那不过我们用图来画就比较简单一点。那这个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的概念就是一个气体的概念，然后延伸到在讨论固态物理的时候，我们固态里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电子，电子在里头的分布就像是一个电子气体一样，而它就要遵循这个统计，没错。所以在讨论固态物理的时候，一定就要用这一个统计的方式来讨论它，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的半导体物理，包括我们所有的半导体材料，都是从这个来的。那这个横轴呢是这个量子态的能量，那这个纵轴呢就是平均而言，这个不同的能量的量子态被占据的电子的数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是这个比较平的曲线，温度越低呢，它就变成这个阶梯函数。那这有趣的地方就看到这个上限是1，不会比1大，这不就是不相容原理吗？所谓的1就是一个量子态只能放一个粒子的意思，对，不能更多，没有比1多的。那也就是说，在某个能量底下，这当然看你电子有几颗啦，那就从最低能量开始一路填上去，填到某个地方，电子用完了，后面就没有了。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费米能，Fermi Energy， 那就超重要的。对，那这个费米狄拉克统计适用的就是所谓自旋半整数的费米子。这一种非常的重要。可是到这里我们不会有一个疑问吗？这叫 Fermi-Dirac Statistics。那怎么都只剩下费米狄拉克到哪里去了呢？这我们就要讲狄拉克其实真是一个，我觉得他还蛮了不起的。他觉得，哎呀，我那时候真是这个忽略了去引用那个费米那一篇，真是太不对了，他感到非常抱歉。对，而且他你看比我早了半年嘛，所以费米真的超厉害的，我觉得他超赞。所以这个所谓的 fermion 这个字，把这一类的粒子叫做费米子，而把自己的名字拿掉，这是狄拉克在1945年的时候他命的名。然后呢，他终其一生，在他所有的著作里面，包括他那本有名的量子力学课本，都把我们现在都讲 Fermi-Dirac 统计，没错，但是就只有在他那本书里面就讲费米统计，他不提自己的名字，超谦虚的，把自己的名字没错拿掉。但是这样子不就造成了误杀？我刚才一直讲到了吗？就是狄拉克把自己的名字拿掉，但是我们在讲费米狄拉克统计的时候，要讲到了另外一种统计，波色子。波色子要遵循的统计，那我们就叫它波色爱因斯坦统计。那在狄拉克的书里面也把它叫做波色统计，就没有这个爱因斯坦的名字在里头了。那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把爱因斯坦的名字拿掉？”他说：“
因为这个费米子叫费米统计嘛，一个人的名字。那所以为了对称上的理由，所以这个波色爱因斯坦统计应该也要只能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叫他波色统计。所以这个爱因斯坦真是无妄之灾啊！不过这个波色统计的确是波色先做出来的，我们以前有聊过，没错。哎，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讲的顶尖对决，虽然说是个对决，可是你看到最后是一个非常和平的环节，君子之争啊！对，这个大家都非常的肯定对方的成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